朕今日登基，当行孝仁之道，遵先帝世宗遗命，尊生母钮祜禄氏为圣母皇太后，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。册立之事，应有礼部正主相待。皇上仁孝厚德，福泽万民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走稳当点儿。太后迁宫是大事儿，皇上孝顺，一直在修葺慈宁宫，想必这会儿都妥当了，只等您安享这玉堂富贵呢。景仁宫的丧仪办得如何了？办了，这白事儿怎么能跟登基大典的喜事儿冲撞呢？所以悄悄地办了。走稳当点儿。走稳着点儿。停，落轿。太后，咱们到了。怎么是寿康宫？历代太后所居不都是慈宁宫吗？回太后的话，慈宁宫奉旨休葺，暂时还不能住进去。寿康宫是太妃们住的地方，难道让太后和太妃们挤在一起吗？是，所以皇上特意吩咐了，太后暂居的正殿那布置的是妥妥当当的，一点不比慈宁宫差。皇帝一片孝心。既然慈宁宫在修葺，那哀家等一等，先进去吧。太后您慢着点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都坐吧。从前自己是个嫔妃，赶着去向太后和太妃们请安，如今一转眼自己都成了太后了。瞧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娇嫩的像花朵。太后自己才是那朵开得最娇艳的牡丹花，不像我们年轻沉不住气，都是经不得细看的蒲柳。小嘴巴巴的，会说话。谢太后夸赞，臣妾愚笨，请太后教诲。今日是皇帝登基之后，你们头一回来请安，哀家也有几句话要嘱咐。皇帝年轻，宫里嫔妃也就你们几个，往后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，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，你们自己都好自为之。多谢太后教诲，臣妾谨记于心。皇后，哀家和几位太妃们都已经移居到寿康宫了，东西六宫很快就收拾出来了，给你们安居。身为皇后，安定后宫乃是你身应之责。儿臣明白，皇上登基分六宫、定位分、册嫔妃，这些事情儿臣都会一一办好。若有不懂，还请皇额娘指教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。古来重长子，重嫡子。皇帝已经有了庶长子永璜，嫡长子永琏，还有一子也很重要。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已称吉祥，极为贵重。所以你们几个要加把劲儿，把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好好生下来。是。太后，福建新贡的柚子酸甜凉润的，您尝尝。哎呀，费那么大力气，
拨它干什么？哀家吃不了几口。能入您的嘴，哪怕是一口，也是这幼子的福分。真正有福之人，也不会住在这寿康宫。皇上也是孝心，想把慈宁宫修得舒舒服服的，再让您挪过去。皇帝明里说是孝顺，可暗里一声招呼都不打，就把哀家送来了寿康宫，心思颇难揣测。也是，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也不是太后的正经居所。要是哀家想早日搬进慈宁宫以正名分，还得借把东风，也看看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用。皇娘住进寿康宫，没什么不满吧？都挺好的。寿康宫虽然小了一些，但布置也倒雅致。不过慈宁宫若是修好了，皇额娘还是早日搬进去的为好。朕知道你孝顺。对了，皇额娘没有为难青英吧？没有，皇额娘怎么会为难一个晚辈呢？那便好啊。坐吧，兰花。兰花，你可知这养心殿为何以养心为名吗？臣妾不知。皇阿玛在的时候，常常说起孟子的一句话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，所以起名为养心殿。这人的欲望啊，一旦多了，是非也就跟着多。皇上身居高位，天下都是您的，自然寡欲养心。但底下的嫔妃、大臣、奴才们都靠着皇上呢，什么都仰仗着您，怎么能寡欲？所以啊，朕希望你能够管束后宫，让那些无端升起的是非都能消退。如此一来，朕的后宫才可清清静静。臣妾明白，只是臣妾无能，只怕做不好。怎么会呢？你贤惠大度，只要用心做，怎么会做不好？再说了，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也可多多请教皇额娘。皇上对臣妾的期许，臣妾都记在心里，绝不敢忘。好。皇上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些安置吧。皇后也早些歇息。臣妾告退。王卿啊，奴才在。青英还在景仁宫吗？这时辰，许是还在。你跑一趟，替朕传句话。给金主儿请安。这是皇上让您送来的。是。皇上知道金主儿在此守丧，劳心伤神，特意嘱奴才送来这玉镯参汤，让金主儿安心养神，保重身子。皇上还说，眼下这局势，金主儿颇为艰难。皇上从未忘却金主儿和皇上是心意相通的人。亲主若有不顺心之时，想想皇上这句话，再不顺心也能安心了。皇上的心思我明白了，劳烦王公公深夜走一趟。奴才告退。走。皇额娘，嫔妃位分，您2次都发还回来了，是不是儿臣拟的不妥当？你是怎么拟的，又是怎么改的？你是皇后，事事要思虑周全。皇额娘是不满意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，儿臣未能及时明白皇额娘心意，是儿臣的错，还请皇额娘教导。乌拉那拉氏呢？她在景仁宫守丧3日，今日应该礼毕，
那他应该已经来了。傅家，太后，亲主已经到了，那让他进来吧。皇后坐吧。是。臣妾给太后、皇后娘娘请安。景仁宫丧事已了，姑母今日午后已送去妃陵。景仁宫是你的至亲，按理你要为他守孝3年才是。这样吧，你不必去你姑母陵前，就在前邸待着，吾旨不得出阁院，好好的为你姑母守孝3年。可是要守孝3年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份孝心了。太后能让臣妾在前邸守孝，已是大恩。臣妾谢恩。皇娘为什么要删掉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？秦英的名分屡屡受挫，做贵人已是委屈她了。她是朕的侧福晋，封妃理所应当啊。金英妹妹受了景仁宫的牵连，臣妾本想着给个嫔位，等日后逢年节再进封也不迟。可谁知道还是被皇额娘退还回来，臣妾无奈只好改为贵人。可皇额娘还是不满意。皇娘划掉她的名字，难不成是不要给她任何位分吗？皇上，皇额娘封清英妹妹住在前邸，让她为景仁宫守孝3年，闭门不出。什么？皇额娘久掌后宫之事，当着臣妾的面便发落了清英妹妹，臣妾却不敢驳回。皇娘独断专权，连朕都不事先告知，你又怎敢驳回？请皇上息怒。皇上，皇额娘以孝亲为由发落了清英妹妹，这也挑不出错来。不如等过些时日，臣妾和皇上一同去求皇额娘开恩。朕知道了。清英妹妹虽被禁足，但其他人等名位已定，只差分居东西6宫了。皇后酌情安排就是。是。哎，小心点啊！放那边转，放那边吧。轻点放。来，搬过来，搬过来。好好来。哎，这个盒子得放在这儿。小心点儿。哎呦，小心着点你们，别磕了碰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你这个放歪了。哎，我那个保卫盒子给我放好了啊，千万别摔了。帮我一下啊！来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一走，崇华宫就要落锁了。抬高点儿。你说这青姐姐还出得去吗？放上去，放上去。太后说让她守孝3年，怕是一辈子都不会放她出来了。谁知道呢？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哎，小心着点儿，别弄脏了。那边轻点儿，那可是皇上赏的。都收拾妥当了。来来来，主儿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咒咱们在这一辈子出不去呢。其他的主位分陆续都定了，搬走了，咱们真要在这住了3年才出去，这宫里还能有咱们立足的份儿吗？若姐姐别说了，主听了岂不更伤心？就你知道，我不也是为主担心吗？
姐姐，是我。海兰，你怎么还没搬？我跟皇后说，东西尚未整理完，晚些再搬。皇后替我留了门。你坐吧。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还是不要跟我一起困在这儿，早点走吧。可我哪里都不想去，我只想跟你待在一块儿。况且，我尚能自由进出，到底方便些。方便一时又如何？以太后的脾气，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眼下太后还心烦，等过一阵太后好些了，我和绿云姐姐再想法子去求太后。太后怎么了？太后一直住在寿康宫，还没移居慈宁宫呢。为什么？听说是皇上还在让人修习慈宁宫，大臣都在为这事劝皇上。太后住在寿康宫，到底是名分不正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主还在担心太后。太后住哪儿不都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太后若是皇上的生母，这一点便不会计较。就是因为不是生母，所以稍不周全就会生了嫌隙，以至于母子离心。姐姐，满宫大臣和众嫔妃都想不出法子解决，姐姐还是先为自己打算吧。皇上，昨儿内府说，嫔妃们的封号都已经由内阁领好，请您定夺。不急，人都还没齐呢，怎么册封啊？青樱妹妹是在守孝，可为了这个沿着其他人的封赏，怕也不好。皇上，慈宁宫要是修葺好了，也好让皇额娘早点入住，说不定皇额娘一高兴，青樱妹妹就可以出来了。若是朕真这么做了，皇娘还是不答应，那朕又得想什么法子迁就她呢？皇后啊，你想简单了。是，臣妾冒失了。往后你多琢磨便是了。朕先回养心殿了，你也回去吧。起驾！臣妾恭送皇上。起驾养心殿。娘娘，移宫是尴尬事儿，依奴婢看，您还是不开口为妙。移宫是面上的，底下事关青樱。唉，这两宫不和，本宫也是为难啊。皇帝还真沉得住气。乌拉那拉氏被关了半个月，他硬是一声不吭，也不来替他求情。太后若想挪去慈宁宫，跟皇上说一声不就得了？何必这样大费周章？哀家若是向皇帝开口，若被回绝，难道还一再恳求？若是皇帝为了青樱来求哀家，那哀家再顺水推舟，提出要移居慈宁宫，那便是一事议一事。还是太后思虑周全，不过皇后和其他主应该会劝皇上的，说不定皇上呢还会亲自来先提移宫呢。那自然是最好了。唉，奴婢看您做了太后，也不比做贵妃时轻松啊。哀家问你，历来后宫里，哪个女人熬到太后这个位子，凭的是什么福气？历代做了太后的，确实不是诞下新帝，就是先帝的皇后。可您殚精竭虑，扶着皇上坐上了95之尊的位子。您做了这个太后，是您的福气，也是皇上的福气。养育之恩，记得一时容易，记得一世难啊。皇帝刚登基，哀家不能让步。趁着他翅膀还没硬，规矩就得立下。
诺钦大人为了移宫的事儿和皇上争论了半天，您先喝口茶润润。嗯。秦丽来回话了，慈宁宫已修葺完成，太后可以随时移宫了。皇娘养育朕多年辛苦，务必将慈宁宫修葺至满意，让秦丽好好修，细细修，千万不要着急。这。朕的寝殿里有枚如意结，替朕送到青樱那儿去。可青主正关着守孝呢。他不能出来，你还不能去吗？啊，奴才糊涂，奴才糊涂。还有，架上有本曲谱，替朕一并送到那儿去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奴才给青主儿请安。起来吧，王公公。王公公，您可来了，是不是皇上要放我们主出去了？那倒没有，太后的谕旨是要关着青主儿守孝，皇上都不便过来。这不，奴才都是悄悄溜进来的。这是皇上让奴才送来的2样东西。一枚如意结，皇上的意思是希望青主儿事事如意。还有一本乐谱，皇上说，请青主儿闲而无事的时候看看。替我谢过皇上，我出不去，不能面谢圣恩。皇上明白，所以皇上派奴才来向青主儿要一样东西作为回礼。什么东西？皇上说，只要是青主儿的东西就成。这是我刚绣的帕子，烦请王公公交给皇上。这。那奴才告退。多谢王公公。公公慢走。王公公，皇后和贵妃那边都来问皇上的消息。今儿的事，要不要禀告一声啊？皇上心思深，这事儿先按着不提，谁都不许告诉。这。主啊，皇上果真是念着您的，奴婢还以为皇上这1个月没吭声，是忘了您呢。墙头马上是我和皇上第一次见面看的戏，皇上真是有心了。我得想法子出去一趟。阿若，你去把海肠载起来。是。臣妾问皇上安。你都跟朕那么久了，怎么见了朕
还是那么怯生生的。臣妾失仪。你一向很少在朕的跟前走动，今儿个怎么突然过来见朕了？先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海兰，朕记得你和青音很是要好。臣妾此来，只为求皇上莫忘了姐姐。叶希，这雨下得太大了，我不想走路，去传轿子来吧。是。在这候着。我进去拿要送去给皇上的点心，一会儿就出来，别把门给锁了。是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瘦了，也憔悴了，受苦了吧？臣妾有皇上挂念，不苦。朕都没替你向皇额娘求情，怎算挂念？皇上有皇上的难处。你跟海兰交换，没被人发现吧？没有。你看，今儿个真巧，你衣裳的颜色和朕的那么相似。匆忙出来，我都没来得及打扮。无需打扮，心意相通最重要。咱们多久没见了？35天。皇上，臣妾做了几味点心，尝尝吗？好啊，快拿过来。你被关着，还有心思做糕点啊？这3味都是皇上素日里爱吃的，臣妾做惯了。这味藕粉桂糖糕是太后爱吃的，臣妾正学着做，还没机会让太后品尝。味道还是很好，丝毫未见逊色。只不过，就算你再怎么用心，皇娘也未必会喜欢。凡事莫说尽，万一太后过几天就放我出来呢？哎，这糕点酸酸甜甜的，你喜欢的。皇上爱碧萍，本应4时插花，人作花瓣，取其芳香满床。握之
神清气爽之效。但是现在点了龙涎香，不插花也是好的，以免乱了气味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你看，这4处的壁屏都是空着的。朕闲的时候啊，就观赏观赏，把玩把玩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那幅画好像是个什么故事？老来子采衣娱亲，这你都不记得了？24孝，24孝的第1篇是闵子骞单衣奉亲。你记差了，24孝的第1篇呢是虞舜孝感动天，第2篇才是闵子骞单衣奉亲。皇上心中存有孝道，才会记得如此清楚。24孝第1篇是虞舜孝感动天，说明在世人的心中，百善孝为先，有以君王为典范，宣扬孝道。皇上刚刚登基，政务繁忙，是不是已经忘了在寿康宫的太后？皇娘自己不提，朕就让那慈宁宫慢慢的修葺行进。太后不是自己不提，是把这个表孝心的机会让给皇上您了。朕也想把皇额娘移至慈宁宫，可是你姑母刚过身，逼你闭门守孝，皇额娘独断专行，丝毫不顾朕的感受。太后和姑母积怨颇深，请皇上不要顾及姑母和臣妾，以免坏了母子天和。朕当然希望以天下之理来安养皇额娘天年，只是朕才刚登基，皇额娘就如此雷厉风行。臣妾只求皇上为天下之表率，为百姓尽服，千万不要以臣妾一己之身为念。可是朕的心里总有道过不去的坎儿。朕的亲生额娘，皇上的亲生额娘只有太后，她现在住在寿康宫，等着皇上去接她，住慈宁宫。皇额娘多年专政，在朝中与宫中都颇有权势，只一个讷亲，便是皇额娘族人，权倾3朝。若是朕事事都迁就皇额娘，那朕岂不是被她牵着鼻子走？皇上，那不是迁就，那是孝顺。在后宫，皇上可以对太后孝顺有加；在前朝，以皇上的才干和魄力，足可以威慑天下。皇上胸怀韬略，还请皇上三思。景仁公才刚暴毙，你就力证皇额娘清白。要是皇额娘知道你来求朕，她一定会很后悔这么为难你的。真如此就好。还请皇上打开心结，不要再计较了。这件事儿已经1个多月了，太后也挺为难的。皇上，就依你的啊，孝敬皇额娘，颐养天年，好吗？就依你的。臣妾多谢皇上。你放心，这会趁皇额娘开心的时候，再替你求情，啊。臣妾该走了，海兰还在被关着呢。好，朕送你出去。皇额娘方才见过慈宁宫，觉得修得如何啊？你惦记着哀家一心礼佛，佛堂里供了3尊佛像，又将花园修得这么精致，足不出户，便可看到奇花异草。儿子早该将皇额娘挪至慈宁宫，只是儿子刚登基，前朝的事情忙不完，又想着将慈宁宫修缮好，再让皇额娘住进去。
儿子希望皇额娘可以安心的颐养天年。前朝的政务要紧，后宫的事算不得什么。皇帝呀，你初登大宝，多少人看着你年轻，存着窥视之心，所以朝政的事情，你多问问那些老臣子，总没错。儿子也是这么想。这讷亲是皇额娘的族亲，儿子打算加封他为1等公。还有，儿子登基要加皇额娘徽号，礼部起了重庆2字，皇额娘觉得如何？皇帝有孝心，比什么都好。前朝忙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啊，那儿子先告退了。等到稍晚些，儿子再带皇后还有嫔妃们向皇额娘请安。去吧。儿子告退。皇上对太后做的圆满，极尽孝道。你去把青英找来，哀家有话跟她说。是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皇帝说你千方百计去求他，为的是替哀家移宫进言。臣妾在闭门守孝之时擅自离开，还请太后见谅。替哀家进言，何罪之有？起来吧。只是哀家不曾想，自己如此可怜，移宫之事，还需要你这样一个守孝之人去劝皇帝。皇上刚刚登基，忙于朝政，一时顾不上。哪怕臣妾身在前邸，也是该提醒皇上的。难为皇帝还听你的劝，哀家以为皇帝的孝心还不如你。皇上的孝心，臣妾哪里比得上？皇上说，您是天家最尊贵的长辈，是紫禁城唯一的太后，必得有相配的殿宇，所以皇上对慈宁宫要求尽善尽美，稍稍耽搁了些。巧舌如簧，既维护了皇帝，也全了哀家的颜面。虽说你是景仁宫的至亲，但事事以孝敬哀家为先，那就功过相抵了。行吧，你收拾收拾，从前邸出来吧。守孝在心里就成。毕竟是皇帝的嫔妃，还是要住回后宫去的。臣妾谢太后。臣妾还有一事求告太后。青英之名是臣妾幼年时所取，臣妾觉得不大合时宜。不合时宜？是，樱花都是粉色，而臣妾却是青樱，所以不合时宜。臣妾不仅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更是爱新觉罗的儿媳，所以想请太后亲赐新名，许臣妾斩断旧过，祈取新福。你这么想？是。那你最盼望什么？情深意重，两心相许。